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第一次住酒店。想象一下，你第一次住酒店。这听起来真的很有趣。你看到一双新拖鞋，你会拿走吗？拿走？我以为那是可以带走的。哈哈，很多人第一次都这样想。真的吗？那牙刷牙膏呢？还有沐浴露、洗发水，这些免费吗？对啊，这些小东西很让人困惑。没错，第一次住酒店，好多小细节，感觉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是啊，比如办理入住手续时。哦，对，那些表格和证件。你知道要说入住和退房吗？我第一次还问住多久呢。哈哈，是住几晚更合适。听起来就很专业，对不对？对，语言和礼仪都很重要。还有房间号和门卡，好新奇。电子门卡，第一次用很兴奋。差点刷错别人的房间门。房间里面还有什么让你好奇？那个烧水壶，我以为是装饰品。哈哈，那是用来烧开水泡茶的。我还以为每个酒店都送茶包。中国酒店基本都会有茶包。还有床单被套，好白好干净。换洗得很勤，住着才舒服。我特别喜欢大大的窗户，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，很棒。第一次住酒店，什么都新鲜。你有没有找过房间里的开关？有，灯好多，开关也好多。经常会按错或者找不到。还有空调怎么开，也是个难题。对，遥控器上的字看不懂。需要多学习一些酒店词汇，比如冷气和暖气。还有请勿打扰的牌子，挂在门外，表示不想被打扰。这些都是文化习惯的一部分。第一次住酒店真的很有趣。没错，好多新体验和发现。哪些事情是你最惊讶的呢？应该是那些免费的小物品。下次我们可以聊聊早餐。酒店的自助早餐也很特别。还有酒店的各种服务项目，比如洗衣房和健身房。每次入住都有新的故事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酒店房间里最让你惊喜的是什么？最惊喜的吗？大概是拖鞋吧。拖鞋？为什么是拖鞋呢？因为很多西方酒店不提供这个。哦，这倒是真的，习惯不一样。对呀，还有那牙刷牙膏的小套件。是啊，我第一次看到也很惊讶。感觉他们考虑得很周到细致。这反映了服务理念不同。你说的对，很注重旅客的方便。我有次误以为是收费物品呢。哈哈，我懂，你是不是没敢用？没错，直到朋友告诉我免费的。那时才敢放心使用，对不对？是啊，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呢。这些小细节体现着待客之道。中国文化里很讲究宾至如归。对，就是让客人感觉像在家一样。这一点在酒店服务上很明显。
所以免费物品是表达欢迎。说到服务，你如何称呼服务员？我一般会叫你好或者服务员。那直接叫服务员礼貌吗？多数情况下没问题，很普遍的。有没有更尊敬的称呼呢？可以说麻烦您或请问，或者看他们的胸牌，叫名字。哇，叫名字听起来更亲切。对，也显得你比较细心留意。我下次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哎，说到称呼，大家觉得呢？你们在酒店会怎么称呼工作人员？有没有遇到称呼上的趣事呢？我想起一个关于问路的故事。哦，快讲讲，我最爱听故事了。我在酒店问前台哪里有地道小吃。很多中国人更相信本地人的推荐。是啊，他们给的店真的都特别棒，比起网上那些热门店可靠多了。充满了当地的风味和人情味。第一次住酒店确实有很多学问。对，不仅仅是住一晚那么简单。比如房间里的电器，你都用过吗？有些我至今还不太清楚用途。比如那个迷你吧，你敢动吗？哈哈，当然不敢，那个太贵了。那下次我们可以聊聊酒店的设施。好的，比如自助洗衣房怎么用？没错，还有如何应对突发情况呢？比如半夜门铃响了，怎么处理？这确实是个难题，不能随便开。对，我一般会先问是谁，用猫眼看。如果是送餐的，核对一下订单信息。有时是酒店服务员，要确认身份。是啊，安全第一，尤其是单独旅行。我有一次半夜被敲门，吓了一跳。哇，真的吗？发生了什么？原来是隔壁客人走错房间了。哈哈，这太乌龙了，幸好没开。对啊，当时心跳加速，挺紧张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沟通真的很重要。没错，清晰的表达是关键。除了这些，酒店早餐自助餐呢？很多人喜欢吃，但也要注意礼仪。比如，不要一次拿太多，浪费食物。还有排队取餐，不要插队。这些都是公共场合的基本素养。但有些细节可能外国人不熟悉。比如使用公勺公筷，你注意到吗？对，尤其是在中国比较讲究。大家觉得在酒店餐厅里看到长辈应该怎么打招呼呢？这个问题很好，通常点头微笑就好。除非是认识的，才会主动去问好。礼貌但不过度热情，这是中式含蓄。说到含蓄，你知道中国酒店为什么很少有小费箱吗？这个我真不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小费文化在中国并不普遍。我还以为是服务不达标，哈哈。更多是觉得服务已包含在房价里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和西方差异很大。确实，了解这些能避免尴尬。还有酒店的环保政策，比如毛巾。很多会提示重复使用，减少清洗。如果挂起来，就代表要继续用。扔地上就是需要更换，对不对？没错，
这在西方酒店也很常见。但在中国，有时还会遇到一次性用品。对，牙刷、梳子那些很方便。不过，现在提倡自带，更环保。自带水杯也是个好习惯。你有没有住过那种很有特色的主题酒店？有啊，那种设计感很强的，特别棒。但有时设施会比较新奇，不太懂用。比如智能马桶或者奇怪的灯光开关。我有朋友住过胶囊旅馆，说体验独特。哇，那种空间很小，真的能睡着吗？据说很有趣，但隔音效果是挑战。那下次我们深入聊聊不同类型酒店。比如遇到紧急情况，怎么找到逃生通道？还有预订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？比如证件，一定要带好身份证。对，特别是外籍朋友，护照不能忘。还有押金问题，有时需要预付现金。或者刷信用卡，退房时会解冻的。是啊，上次我朋友就忘了带足现金。哈哈，那可就尴尬了，住不了房。幸好酒店接受手机支付，才解决了。移动支付真的太方便了，中国特色。那入住后，房间里你最先看什么？我会先检查空调，确保冷暖自如。哈哈，我是找吹风机，洗头后用。有些酒店的吹风机藏得很隐蔽呢。是的，还有迷你吧，里面的东西好贵。矿泉水通常是免费的，其他别碰。我有次误喝了，结账时心疼死了。哎呀，真是个甜蜜的陷阱啊！你觉得中式早餐和西式早餐有啥区别？中式更丰富，有粥、包子、面条这些。西式嘛，就是面包、牛奶、咖啡居多。我个人更爱中式，选择多，味道好。对了，你有没有遇到过隔音不好的房间？当然有，楼道里说话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那真是影响睡眠，让人很烦恼。这种时候可以打电话给前台反映。但有时又觉得不好意思打扰别人。这倒是个问题，中国人比较讲究和气。咱们中国人是不是不太习惯给小费？没错，这在西方很普遍，中国几乎没有。了解这个，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误会。是啊，服务员不会期待你给小费的。那么，大家觉得住酒店最看重什么呢？是服务、设施，还是地理位置呢？我觉得卫生状况是第一位的，必须干净。还有安全，贵重物品放保险箱里。你有没有试过在酒店叫送餐服务？有，很方便，但价格通常比外面贵很多。是的，我上次叫了个面，好几倍价钱。那你觉得酒店里哪些服务比较实用？我觉得洗衣服务很方便，尤其长途旅行。商务出差人士肯定会经常用到它。还有叫醒服务，有时挺需要的。对，如果怕错过航班，可以设置一下。我还听说有些酒店有晚安牛奶服务。哇，那也太贴心了，没体验过呢。感觉就像在家一样，特别温馨。但有时住酒店也会遇到些小麻烦。
比如房间卡失灵，或者热水不热。还有更复杂的，比如说和酒店沟通不畅。哎呀，这种情况确实挺让人头疼的。下次我们深入聊聊如何应对这些情况。下次我们深入聊聊如何应对这些情况。这确实是个非常实用的主题。比如沟通不畅，我朋友就遇到过。怎么了？是语言上的障碍吗？他想多要一床被子，前台没听懂。哦，这个词可能有点难表达。他就直接指着一张被子的照片说。哈哈哈，肢体语言有时很管用。对，但最好还是学一些常用语。比如再给我一床被子怎么说？可以说麻烦再加一床被子，谢谢。加这个字用的真好，很准确。是啊，越具体越不容易误解。还有呢，如果房间里有异味怎么办？我会说，房间里味道有点重。这种表达很客气，不会让人不舒服。对，尽量不带指责的语气去描述。这也是一种文化，说话要讲究方式。尤其是面对服务人员时，更要注意。理解并尊重这种方式很重要。说到请求，你觉得在酒店里，还有哪些服务请求容易被误解？比如叫餐时想加辣或不加香菜。哇，这个真的太关键了。我有朋友就因为没说清楚，吃得很郁闷。哈哈哈，那大家觉得不要香菜怎么说？是不要香菜还是免香菜呢？这个问题很有趣，值得好好思考。你知道吗？在中国有些酒店的迷你吧，里面的零食和饮料其实都是要收费的。有些人会误以为是免费提供。对，尤其第一次住酒店的人。所以入住前最好看清楚说明。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，要注意。有次我把酒店的浴袍穿脏了。然后呢？需要自己洗干净吗？我朋友说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想自己洗。哈哈，其实不用，酒店会处理的。对，这种不好意思的心情很普遍。但服务费里已经包含了这些。真是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呢。是啊，理解这些能省去很多麻烦。还有人会把酒店的拖鞋带走。哈哈哈，一次性的拖鞋是可以的，但像毛巾或者浴袍就不行了。这点一定要分清楚，避免尴尬。聊到现在，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聊聊那些更高端的酒店服务和特色，比如私人管家或者特色主题房。哇，那个听起来就特别期待呢。是啊，高档酒店有很多讲究，比如房间设计就很不一样。对，还有服务员的专业度。他们会更注意细节吗？肯定的，还有很多定制服务。定制服务听起来很棒。比如他们会记住你的喜好。哇，这真是宾至如归啊！有些还有特别的主题体验，像住在电影场景里吗？差不多，或者历史文化主题。这对外国人来说很有趣，能更好地体验当地文化。是啊，语言也更地道。
比如服务员会用敬语，这和普通酒店有区别。没错，是学习中文的好机会。还能观察到很多细节，比如餐具的摆放和选择，还有一些礼仪方面的知识。像入座和点餐的顺序。第一次体验肯定会紧张，哈哈，但也是学习过程。对，慢慢就会习惯的。但不是每个人都住过。普通酒店的经历更多些。是的，都很值得分享。毕竟是生活的一部分嘛。这次聊酒店很有意思，我也学到了很多新知识，特别是文化方面的差异。比如那个不好意思的心情，还有不同物品的处理方式。这些小细节都很有趣，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，避免在旅行中感到困惑。对，理解才能融入嘛。对，确实是这样子呢。今天的酒店话题真精彩。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不好意思。是啊，那种心情非常真实。那么，大家第一次住酒店时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呢？或者是有趣的小故事想分享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。期待下次和大明聊聊民宿。哇，民宿的体验肯定也很棒。比如特色民宿或青旅文化。没错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朋友们，下期见啦，拜拜。